在 PlayStation 诞生之前，三维图形的街机游戏大多采用流水线式架构 ，CPU 与 DSP 被直线串联，就像工厂的传送带一样，按环节处理图形，先进行坐标计算，再将结果交给光年计算，最后把数据传递给渲染处理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图形运算，即便是当时售价超过10万美元的 SGI 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，本质上采用的也还是同样的架构。每年夏天，美国都会举办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图形学会议 SIGGRAPH 大会，这是全球计算机图形学的盛会，研究人员、开发者、硬件厂商都会聚在一起，展示最前沿的技术成果。久多良木剑每年都参展，常常去到那里，沉浸在这种技术革新的氛围中。早在90年代 ，VR 虚拟现实就已经出现。久多良木剑对于 VR 设备出现有自己的看法。你只要把一台昂贵的图形超级计算机接上头戴式显示器，戴上之后，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用3维 CG 实时绘制出来的虚拟世界。你把头转向右边，就能看到右边的画面；抬头就能看到天花板。第一次体验的时候，确实很震撼，感觉自己仿佛真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但很快，久多良木剑就发现了问题。画面并不是立刻跟随头部的动作，而是总是有那么一丝延迟，结果体验起来反而有点奇怪，就感觉是喝醉了一样，有点想吐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延迟不仅存在于演示设备上，哪怕是后来基于同样技术的商用街机主机，依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。以街机版的 VR 战士为例，这款街机游戏采用大约10段流水线处理，每段由一颗20 MAPS 的 DSP 负责，总算力看似达到200 MAPS。理论上这样的速度应该相当快，但实际玩起来，角色动作依然显得非常不自然，操作的输入似乎无法立刻反映在游戏画面上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山脊赛车的街机版上，在街机版的山脊赛车里，当玩家用手转动方向盘的时候，游戏画面里的赛车不会立刻跟着转动，而是要等一点点时间，大约0.1到0.2秒，有些画面才会开始反应。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叫输入延迟。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想象你开一辆真实的车，你打方向盘它会马上转弯，但在街机版的山脊赛车里，你打方向盘后，屏幕里的车要想一想，过0.16秒才动。虽然听起来只有0点几秒，但在赛车游戏，这种延迟会让操作感到卡顿不流畅。造成这种原因，正是因为流水线式处理带来的操作延迟。流水线的每一段在交接时都会额外增加一点时间，假设每次交接耗时16毫秒，10段流水线就会累积成160毫秒的延迟。换句话说，玩家虽然已经输入了指令，但屏幕真正开始动作时，已经比操作晚了0.16秒。在这种必须依赖交接的处理架构下，操作延迟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，久多良木剑借鉴了 System 级的经验，决定 PlayStation 的硬件采用并行处理架构。在 CPU 上，久多良木剑选择了梅普斯公司开发的32位 RISC 内核 R3000，它的处理能力大约只有30 MAPS， 但要满足 PlayStation 对 3D 图形绘制的要求，至少需要800 MAPS 的运算处理速度。为了缩短处理时间，主机架构必须依靠并行处理。于是久多良木剑他们以 R3000 为核心，在其周围配置了大量专用处理器，把不同的任务分工出去，让它们一起并行处理。这就是从系统器传承下来的 PlayStation 架构精髓。一般来说，要应付复杂又高速的运算，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多加几颗通用处理器。世嘉图形的硬件架构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，它延续了早期2维街机硬件的开发思路，图像绘制、背景绘制由专用处理器和专用内存负责，而2维物体对象则由另一颗处理器和另外一块专用内存生成，然后在送到电视显示之前再进行合成。换句话说，世嘉图形一开始并不是为 3D 游戏而设计的，直到开发中期，在得知 PlayStation 似乎要专攻 3D 图形时，世嘉才仓促决定必须加上3维坐标运算和光源计算。问题是原本选定的通用 CPU 算力不足，于是世嘉他们选择了一个权宜之计，把2个 CPU 并联起来，试图提升性能。但在久多良木剑看来，这样的硬件设计做法是带有缺陷的，设计的架构看起来也不够美丽。久多良木剑打了个比方，就像不断增建的房子，看上去能用，但结构不够稳固，时间一长，裂痕就会显现。未来要把这些逻辑整合进一颗芯片，又会变得非常困难。而且当时让2颗 CPU 高效
效并行的编程技术还不成熟，这对于在有限时间内开发游戏的团队来说，反而会成为负担。相比之下 ，PlayStation 以一颗通用处理器为核心，用简洁且高速的总线连接一群协处理器，让它们各司其职，这样的架构才算真正的美丽。在 PlayStation 的架构背后，还有一个源自系统机的技术继承，那就是计算简化。在 PlayStation 的协处理器中有一个几何变换引擎，简称 GTE， 它负责将光源计算、三维坐标运算以及透视投影全部都转化为矩阵运算，这样处理运算效率就会大幅提升。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处理方式 ，PlayStation 实现了每秒150万个多边形的处理能力。在当时，这样的性能，即使是昂贵的专业图形工作站也难以企及。正如久多良木健所说，这种方法的优点可以让输入到处理再到输出的循环高速运转，因此能实时给出反馈。那么，这样美学般的算法又是如何在实际游戏中体现出来呢？游戏制作人山内一点给出了答案。在制作机器赛车时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最近我才真正意识到 ，PlayStation 的性能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只要能够巧妙利用硬件，即便是现有的技术，也能实现相当惊人的表现。”山内一点，他原本附属于 SCI 制作部，后来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Polyphony Digital， 并开发出了赛车神作《机器赛车》。这款游戏在1997年12月发售后，立刻大获成功，全球累计销量超过460万套，被誉为赛车游戏的里程碑。在1998年4月25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中是这样评价这款游戏的：赛车游戏很受市场欢迎，但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很多。机器赛车却是从细节到整体都精心打磨的杰作。游戏的难度虽然高，但只要用心练习就能稳步提升。游戏的重播功能能完整再现玩家的驾驶，非常精彩。尤其是车身，像经过精细打磨般的反射效果，更可能成为未来赛车游戏的标配。山内所说的只要好好利用硬件，正是指这种车身反射表现。它不仅仅是表面的光泽，而是能真实反映车身的曲线，还能把周围的环境清晰地映射到车体上。这种效果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。为什么机器赛车能做到这一点？山内一点解释道：这其实是一种叫环境影射的技术，起初我们觉得太难，应该留到下一代硬件再实现。但尝试后发现，没想到在现有的 PlayStation 上就能做到。新的平台刚登场时，硬件的全部实力往往不会马上展现出来。原因很简单，开发者还不熟悉，需要时间去摸索。随着经验积累，他们就会逐渐掌握数据分配的诀窍，于是就会出现像山内一点在机器赛车中那样的奇迹。试着去做，结果真的成功了。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 PlayStation 硬件， SCEI 开发部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工具——性能分析器，它能把程序调用资源的情况、硬件性能的利用率以及是否还有余量，以图表的形式直接展现出来。山内一点在用性能分析器测试机器赛车时发现，我们大约只用了 PlayStation 75%的性能，虽然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资源利用率，但依然还有25%的潜力可以继续挖掘。这正是久多良木健的设计初衷。PlayStation 的架构从一开始就为未来埋下了伏笔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游戏开发者会不断挖掘新的可能，让玩家惊叹原来还能做到这样。正如久多良木健所说，这就像越嚼越有味道，让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惊喜。在确定了 PlayStation 的硬件架构，真正的关键在于怎么把这些设计刻进硅片，并量产千万台。久多良木健当时又是怎么做呢？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期视频继续讲述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，为我的视频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